红品品联牧场7停牛排淘宝问下木里12锅哈森门普甸青花椒香叶风和2月12米的万和牛酸咖锅肉翅饭完现旁品风美食。王品旗下青花椒麻辣锅，主打重庆江津9叶青花椒，花椒着重麻这一味。话说很久很久以前，重庆江津就有种植花椒的记录，根据记载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，至今已有600-700年历史。曾经在摩里西斯海岸打捞出一艘300多年前沉没的荷兰商船，船上发现桶装花椒，至今能散发出香气。桶上依稀可以看到写着“巴蜀江州府”字样，而江津从前就称为江州。空间的安排充满阻隔性，疫情后吃饭隐蔽和掩蔽变得很重要。青花椒为企业识别，打造的火锅器具很大气，不小心手碰上了，刚好烙上这几个字：青花椒。其实这火锅的造型不太像个锅，比较像是个三足鼎。鼎在古时候虽然也是煮东西的锅子，但也用来象征等级和权力。西周时礼乐制度里规定，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9个鼎，所以那时候如果为了吃火锅方便，多买几个鼎是会出人命的。成语里集中鼎食，钟是乐器，鼎是贵重的食器。集中鼎食指古代的达官贵人。高中提醒大家放饭了，列鼎而食，满桌的锅碗瓢盆，比喻生活极为奢侈。其中列鼎而食，就是指众人会在鼎旁边，将满满的火锅料放入鼎中煮熟，大家一起吃。这应该就是可考据最早的火锅来源。既然今天吃的是来自重庆的青花椒，顺便了解一下重庆火锅的由来。发现重庆麻辣锅吃法的人是在长江流域的纤夫，纤夫就是在河岸旁边拉船为生的人。他们聚集在重庆码头，拿起锅，将每人要吃的动物内脏或头、鼻子之类的东西放入锅中，再加以辣椒、老姜为料，煮成一锅，大家一起吃。重庆火锅喜欢使用9宫格，原因来自清末民初，发展为挑夫沿街叫卖，是重庆码头的街头美食。牛杂生切成薄片，摆在碟子里，客人从9宫格里自挑一格，站在摊前，拿起牛杂边烫边吃。饭后如回转寿司一样，按照空碟子计价。刚刚好的用上青花瓷，碗和杯全部都染上淡淡的青色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。茶壶里是青花椒翡翠包种茶，茶味里有着青花椒的微麻和果香，这茶味很帮忙的替青花椒出来暖场。饮料方面一定要选秘制酸梅汁，不像一般的酸梅汁，除了酸梅汁味，似乎还多了一些甘甜。成分里只写着青梅汁加上梅子汁。麻辣锅和啤酒也可以很搭，不过酸梅汁都已经入肚，没有空间可以装下啤酒。酸菜白肉锅的酸菜和麻辣锅里的豆腐及鸭血是无限量供应的，
如果你是白饭的爱好者，其实可以忽略旁边的菜盘、肉盘，直接把酸菜、豆腐、鸭血吃足吃满。酸菜没有强酸腐蚀味，豆腐的海绵体吸满汤汁，鸭血如果冻般弹跳。青花椒本人被视作静静的翻滚在麻辣锅里。面会以下几样食材：红薯粉条，在大陆视频常常可见，常出现在麻辣锅里，口感还不错，可以说是麻辣锅里的珍珠粉圆。一个海鲜滑很了不起，墨鱼滑和虾滑在麻辣锅里变得很出色，充分表现出海鲜的鲜甜。海鲜滑可以说是遇到浓烈更能彰显鲜味，只是不太懂那墨鱼滑上面黄澄澄的鱼卵，这一放进红彤彤的辣油锅里，应该就像魔戒一样，直接在末日火山里变成灰吧。至于肉品，因为刚刚吃过也是王品的和牛涮，和牛涮的和牛双酱是比较强。油条入麻辣锅就像中钢的铁条入龙江，硬邦邦脆度很高的油条立刻软嫩了起来。听说吐司和法式面包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。外带回来的锅底，豆腐和鸭血都有补满。回到家细细品尝，又发现了一些奇妙之处，例如鸭血好像变得更有肉味，更有弹性，好像是肉布丁。整体来说，王品集团是出名的小细节大师。虽然一堆旗下品牌，但是市场区隔做的根本是行销学的范本，把小细节做到完美，变成特色。最少青花椒你去过一次就记得它的名字。火锅和烧烤一直是一级战区，很容易被沦陷啊。